刚开始升到6.1的时候，前几天使用，我觉得掉电速度特别快，搜寻功能超级方便，真的是超级方便。Hello， 我是薛06，今天来分享什么主题呢？那就是关于三星 S23， 我已经用了1年的使用心得咯，以及呢，我有更新它最新的系统 6.1。想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感觉，影片呢不会讲太多专业的术语，纯粹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使用了1年的感觉。看之前呢，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IG 哦。首先呢，我三星这台手机已经完整使用了要1年的时间了，因为像之前影片就有分享过。会有网友会私讯问我说，听说 Android 手机就是很容易会有卡顿的问题，就使用一段时间会卡卡的啊，会不顺等等。那我在这边可以分享给大家，直到我现在已经更新到最新的系统 6.1， 完全没有任何卡顿的问题。毕竟呢，这台手机我从去年5月用到现在，拍摄这支影片是4月底的时间了哦，已经将近1年的时间了。目前用到现在没有卡顿，手机也没有发烫，至少目前我使用到现在，我会觉得如果下一台我要换手机的话，还是会继续使用三星，至少目前为止的我是这样没错。再来呢，就是更新到 6.1 系统后有没有哪边有问题呢？首先我会觉得有耗电，刚开始升到 6.1 的时候，前几天使用，我觉得掉电速度有特别快，可是后来到现在，我觉得已经恢复正常了。可能就是更新后，你也必须要让手机再运作一段时间。还有呢，我比较疑惑是，在我原本还没有升级到6这个版本的时候，电池保养可以设定 85% 的时候，它就会禁止再充电了。不过更新后呢，它变到80%，除非我改设定充到100以后，它就不再继续充。但是我觉得说，它既然有这个功能的话，好像可以选择。我个人呢是很想询问已经使用三星很多年的使用者，你们目前使用下来充到100，跟如果只设定充到80，你们有觉得电池真的比较不容易坏掉吗？因为我是蛮好奇说，这个功能到底有没有一定要开？那时候我是买这台 S23 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有开启这个选项，就是它最高只能充到85。那我一直在想说，到底有没有必要？如果你的电池充到100的时候，我总觉得手机就可以用得更久，所以我是蛮好奇，到底选择这个选项对电池的保护是不是明显有感觉呢？那我自从升了 6.1 以后，有时候别人用 LINE 打电话给我，我手机是不会响的。目前不太确定的是，这问题是只有我发生吗？还是你们也有发生过呢？你们也有遇过一样的问题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在下面留言+1，让我知道一下。但我个人认为呢，这是 LINE 本身的问题，并不是系统 6.1 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个人目前是在想说，如果 LINE 可以出更新档最好，搞不好它出更新档，这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刚刚前面提到一些问题以后，我要分享我非常推荐你们一定要升到 6.1 的原因。首先呢，它的搜寻功能超级方便，真的是超级方便。以前你可能要搜寻什么东西，你可能要先截图，然后再丢到 Google 里面去以图搜图嘛。现在真的完全不用我觉得升级到 6.1 以后，它的 AI 功能真的非常的强。今天真的不管你是在看影片、看直播，或是看文章等等，你都可以立刻去搜寻文字或者是图片。以往我都一定要截图，然后丢到 Google 去搜寻，现在完全不用了。你只要按下画面中下面那个正方形，你就可以直接圈选，立刻搜寻哦。这个搜寻功能我真的必须说非常喜欢。文字的搜寻、图片搜寻，通通都可以。它变正画面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圈选文字。你就可以立刻去搜寻，你看下面搜寻到了，这真的超方便。我觉得我刚刚一直以一种高八度的状态，就是一种很惊呼的状态来跟大家分享，这个功能真的超方便。如果你很常做搜寻的动作，6.1升上去就对了。你们看我刚刚这样搜寻啊，它搜寻的速度真的很快哦，基本上你只要画个圈圈，不管是会动的影片、静态的图片、文字都可以。在 6.1 有很强调对于翻译的功能，像我就有做测试，就是你在打LINE的过程中，你是打中文，可是送出去是英文哦，
对方看到也会是英文，就是你不用再另外开启 Google 翻译，复制贴上这样子，你可以在打的过程中，它会直接帮你变成英文字。不过因为目前我是没有用到，如果你本身呢有认识一些国外的朋友们，你需要可以即时翻译的话，我觉得这功能蛮强大的。例如说，你今天拍一张照片，你可能觉得后面的背景太少的话，它可以帮你虚构出来耶。基本上呢，你按下下面的铅笔，然后这里呢会有个这个符号，按下去，然后你可以调整。目前看到后面透明的地方啊，它本来是没有背景的。好，假设我这样。但是我是有测试过，不能太多，就小部分的透明是可以。假设我想要这些透明的地方呢，延伸出更多背景，我这样子，然后选择按生成。有没有看到它变出背景来了耶？原本是长这样子哦。你看现在旁边这里啊，这假花的部分，还有上面的天花板。杯子旁边的桌子是没有出现的哦，它现在帮我延伸出桌子的部分，有没有很夸张？头发上面就是头顶的部分，原本我的刘海跟头顶切到画面的上方，然后上面它已经帮我出现的头顶了耶，就是这个智能功能，我觉得太强大了。那基本上你按完成以后，它是储存副本，不会直接盖在你原本的原档上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很好。关于这功能，在 S24 这个手机本来就有了，它是后来下放到 S23，就是我真的觉得未来就是个 AI 的时代了吧。那以上呢就是我分享这一次我使用 S23 1年的心得，以及我更新到 6.1 版本后遇到的一些问题，以及我很喜欢的部分。那今天影片就分享给你们哦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使用 S23 这台手机，你在观望要不要更新 6.1 版本的话，希望今天影片可以给你们做个参考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要按喜欢版并分享出去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